A8 的3次下注，我觉得手牌选择很符合逻辑哦。A8 在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3次下注。哦，我认为 KQ 同花在这边应该是只有一种策略啊，就是跟注。以 ICM 的话，它不建议 all in 啊，2个短码，然后再加上这个手牌非常的好打，翻牌后，加上你有位置的优势嘛，你干嘛要去 all in？ 哦，爽死了，这个翻牌比 AA 还爽。好，我们看到 A8 翻牌的一个，我认为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下注，但是其实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3次下注的玩家可以有一个非常高的持续下注频率，但是如果是一个 CO 位之后的状况，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4人桌之后的状况的话，其实并不会有一个100%的持续下注。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状况，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加注的玩家跟3次下注的玩家范围都会相对宽。我们可以把情况举例到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单挑翻牌前，就算单纯的剩下2个人的单挑的话，3次下注的玩家绝对不会有一个范围的优势，原因是因为2位玩家的范围都太宽，所以就算是一个 KQ8 符合翻牌前3次下注的范围更适合，都不会是一个100%的持续下注。我觉得 A8 它可以考虑过牌，原因是因为它赢太多7以下的手队。那如果说他今天转牌再下注的话，我跟你讲，他很明确就是拿 A8 来炸。这个绝对不符合价值下注。他很明确的知道对方有可能是99，可能是1010，可能是 AQ， 可能是 K10同花 ，KJ 不同花。我觉得他这边的 A8 翻牌的下注被跟注的时候，转牌再下注，这就是在炸胡了。他就希望河牌有机会炸胡掉更好的手牌，在转牌的时候，他在这个河牌没有变强，再加上这个河牌其实对有位置的玩家是更有利，会有 Q10的话，会有 K10。我觉得这个河牌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过牌。我觉得这个一定开了，是一定开了，这个不可能不开啊。他是有一张梅花是没有错啊，他手中会有 A8 梅花，很合逻辑。他会有8叉梅花，他会有 Q 叉梅花。Q 叉梅花转牌不一定会下注，但我觉得它就代表就是我要么就是 AJ， 我要么就是3条 K、3条 Q 跟红花后门花的组合。我觉得 KQ 就是要跟了啦，这个没办法弃牌。顶2队，我怎么知道你 Q10 同花会不会 all in？ 我怎么知道你 Q8 同花会不会 all in？ 你 Q8 同花翻牌前能炸5合牌 all in， 赢太多价值下注，赢太多，不是盖一盖，顶2队，你剩20几个大盲，抵持40几个大盲，顶2队20个大盲，顶2队不跟啊？这个 AA 都可能跟住了，翻牌前他慢完 AA 都跟住了 ，AA 跟住这个怎么会不跟住？不是上帝视角，你如果说今天是 AK， 你说你在这边翻牌前玩一个 AK， 你弃牌，我都觉得你知道吗？AK 对不对？赢的不够多哦。KQ 是赢很多价值下注更弱的2队，不是你如果认为对方会有 J9， 对方会有多少的炸？很多嘛，他会有 J9， 他不会有炸，这个不是上帝视角，这个就是我有顶2队我跟了。你也不知道对方小盲位 A 如果会 all in， 你 KQ 不跟啊？不，人家 AA 都在价值 all in 了，你 KQ 不跟，我觉得小盲位 A 应该也会 all in 啊。可能他觉得说我觉得对方有可能有 KJ 会跟，有可能有 AQ 会跟，有可能有 AK 慢会跟，对吧？那我 AA all in， 那你 AA all in 的 KQ 顶2队还不跟，不可能。炸虎不会有一堆啦，我觉得炸虎不会有一堆。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不讨论炸虎，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现在只讨论到对方自认为的价值下注，我们光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赢很多。我跟你讲，你不炸胡也无所谓，对吧？我们说小盲位在这边永远不炸胡，他没牌他就过牌放弃，有牌他就 all in， 这个也是要跟注吗？因为他符合有牌啊。小盲位 AK 可能会 all in，AA 可能会 all in， 任何的翻牌前的3次下注的炸，他 KQ 2队也会 all in 啊，那这也是个 chop 啊。我要不要抓？我要不要跟 chop？ 当然也要跟啊。对方有没有可能有 K8 同花？我跟你讲 ，K8 同花也绝对符合翻牌前的3次下注的炸。小盲翻牌前3次下注 K8 同花，你翻牌下注、转牌下注、合牌 all in 有没有合逻辑？有合逻辑。好，我们再换一个 Q8 同花，翻牌前3次下注炸合逻辑，翻牌下注、转牌下注、合牌 all in 可不可以？可以。好，小盲 K10 同花 ，K10 不同花，翻牌前3次下注，翻牌下注、转牌下注、合牌2队 all in 合不合理？合理。好，我刚刚讲了无数种可能，包括 AA 都是符合这样的状况。KQ 就是要跟更何况他还有炸更何况他还会北蓝到拿一些我觉得没有必要A8 这种8-9，他会有 A8， 他会有更多8吧，对吧？哇，这个不行这个真的不行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底牌的时候不行，是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他赢太多，他说对吧？对方如果现场的玩家说，我没有偷你啊，你看我 Q8 2队了，你就气死了，你就说看我盖了一个更好的2队，对吧？对呀，而且是3B 怕
3B 怕顶两队你会盖牌，我都还没有讲到3B 怕这个状况哦。你3B 怕更容易拿一个队子去，就是你会持续更宽的范围嘛。如果这个 A8 的炸虎可以把 KQ 都可以炸掉的话，哦，你告诉我有什么牌我炸不掉啊？对吧？KQ8 的翻牌，我拿一个 A8 在这个转牌跟合牌，我可以把 KQ 给炸掉。请问一下，我有什么牌炸不掉？对吧？你会有 KQ 吗？不可能嘛！你不会有3条8嘛？基本上只剩下一个组合嘛。你 A8 嘛，88的机会也很少。我讲哦，如果今天他 KQ 都会弃牌的话，我觉得88他也会考虑弃牌。当然，我觉得88可能不会考虑弃牌，是因为对方更有可能 KQ。不会啊，你今天有 KQ 两队，并不代表小盲位不会有 KQ 两队啊，并不代表他不会有 K8、K10、Q8 两队，都还是会有。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你的 KQ 都不跟，你的88很有可能也都不跟。你就是说，你知道不能赢后门花后门顺，你就不跟。我觉得这个讲话是很合逻辑的，这个没有乱讲。Q7 同花，我觉得跟注是合理啊，合理，但是要稍微小心一点。我觉得 Q7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同花牌，如果是比较差一点的低一点的同花牌的话，可能就要更小心啊。我们刚才讲 ICM 的话。我认为这个翻牌的持续下注是一个错误啊，至少我觉得手牌选择是一个错误。为什么这样讲？原因是因为我们3人底池的下注呢，我们希望会是选择更两极化。我所谓的更两极化，就是有 K 或是更好的手牌，或者是炸虎。炸虎的话，符合的逻辑是2张方块、2张红桃，或者是一些底对。我所谓的底对就是一些，比如说 A4 梅花，我觉得符合这样的逻辑。当我们今天只有2张方块或者2张红桃的炸不够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些底对的炸，因为底对你至少会有5个奥子，就是如果被7788跟住的话，你有更多的奥子，所以它符合这样的逻辑。所以刚刚讲了什么？刚刚讲的是68中一个中对，它不符合价值下注，它也不符合炸，应该是说它拿去当做炸太亏。这样子，如果你连这样子的牌都要炸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就是不要说很明显的错误啦，就是说你过牌的范围会太弱，就是你没有一个很强的过牌。有人说锦标赛是竞技，限定桌是赌博。我跟大家讲，其实扑克就是一个竞技，不管是限定桌或锦标赛，钱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奖励啊。我再讲一次啊，我跟大家比喻就好。今天我们算不算赌博？很多人会直接牵扯到有没有金钱的输赢嘛，世足赛嘛，全世界都在疯狂的赌球。请问一下，足球是赌博吗？不是嘛？因为足球的因为足球的输赢会有金钱上的损失，会让足球变成是赌博吗？不是嘛？足球就是用脚踢的技术嘛。当然，你说没有啊，足球如果是技术的话，为什么技术最好的队伍不会赢？当然就是会有风险。所以跟锦标赛的概念是一样的。锦标赛厉害的玩家，技术好的玩家会稳赢，不会，但他赢的机会多。锦标赛跟限定桌都是一样，限定桌某种程度上是什么？限定桌其实赢了筹码之后，代表他是技术比较好的玩家，只是这些筹码有价值，所以他的取舍还是在于这个游戏是不是技术取胜。所以你问我扑克，我会认为限定桌跟锦标赛都不算是赌。你问我足球算不是赌博？不算，足球也不算赌。但问题是，足球可不可以成为赌博的工具？可以啊，世足赛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例子，全世界都在赌球，所以足球可以被因为下注赌球而成为一个赌博的行为。同样的，德州扑克也可以，因为德州扑克除了牌桌上牌技的胜负之外，可以另外因为金钱上的增减，让它变成是一个成为赌博的项目。这样子的逻辑，大家同意或不同意？大家表达大家的看法。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啦，我不是说我一定是对的，只是我对于这个东西的看法是这样子。所以锦标赛跟限定桌，我认为都不是赌博啊，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技术取胜啊，就跟足球一样。其实我觉得不用去争这个扑克是什么啊，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就好像说有的人打牌需要说服自己的老婆啊才可以去打牌，或是要说服自己的爸妈或者怎样，不是，问题是大家知道打扑克这件事情本来就要成年嘛，成年的意思就是你要为你自己负责啊。那你有没有输钱赢钱？你要不要打牌？你要不要做决定？都不是你伴侣或者是你爸妈可以阻止你的嘛。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没有违法的，你为什么要去在乎别人怎么想，对吧？